它不是很好看？啊，对，好漂亮。很美。对马泰安才是我们那边过来的嘛，哈。对，种菜女神，其中一个场景就在这边了，是一个莲花池。这边的园区都是你开辟的，是吧？你很厉害。没有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那大家有看到我身后这座大桥吗？这个是2021年才新竣工启用的新建英大桥哦。没错，我今天又回到我的踏查之旅了。那我现在站的地方呢，是建英大桥的东侧的地方，就是靠近海岸山脉这边了。所以呢，今天我要带大家来走访哪里了？三星。花莲地区呢，其实有很多像是一些比较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啊。那经过我们的挖掘之后呢，会发现过去其实不是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曾经存在过非常丰富的一些人文历史故事哦。那这三星呢，在凤林的发展史当中是最早记录有人居住的地方哦。那今天呢，我就要带大家来走访过去曾经繁华过的三星。好，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那现在这块平台呢是旧建英大桥，那拆掉之后呢，就仅留了这一块，上面做了一些导览牌，然后上面呢就是新的建英大桥。那经过2年，你看这些图片都已经看不清楚了，啊，真是的。张建宇、邓玉英老师，我的猜测呢，应该是连花莲人都不知道说这边这个旧建英大桥还有一段是留着的。好，上面是建英公园。你走上去看一下，邓玉英老师、张健老师，这有立了一块碑。在这个建英大桥还没有兴建之前呢，那村民们往返这个凤林河，都要强行渡过这条花莲溪的。那枯水期的时候还好可以走底下的那些河床便道。当风水期来的时候村民们会搭建一些比较简易的竹桥，在桥上面通过。那有时候也会有摆渡人接送这两岸地方的村民啊。这个摆渡这个点也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而已包括我们那个中兴大桥那个地方。那就是在发生了戴娜台风嘛，张建宇、邓玉英老师带着血统不小心就是被水给冲走殉难嘛。然后蒋经国当时是任行政院长期间，然后那时候也是1970年代刚好是我们的国家基础建设期，蒋经国就下令新建这条建英大桥。那蒋经国牌一出地方官就开始积极动起来。然后这个张建宇、邓玉英老师的事迹呢，当时也被拍成一部电影叫《建英大桥》。其实，在这个年代我们中华民国刚好退出联合国嘛，然后一些民心事实上是属于比较低迷的状况所以那时候很风行的一些像是激励人心的一些爱国电影，像《建英大桥》，还有什么汪洋中的一条船。好，那我们直接就去三星了。其实是没有穿这件外套的啦，待会可能要脱掉。要来跟各位介绍这间杂货店。其实这个杂货店非常的久了，193县道53公里处。其实这边有很多小桥梁都非常的久远了。这是中华民国68年，这个小桥呢叫新华桥。其实花莲天气变化非常大早上的时候这边雾茫茫的。那现在好像是天气又要开始变好的感觉。好，脱下来凉爽多了。
吉拉卡样部落，这边有一个部落入口意象，这个有一个历史解说牌。吉拉卡样好像也是来自奇卡算。你要过来这边站上去哦。好，你上去，这边可以拉，我帮你拉。我不用了，没关系。好，我上去。嗯，你要拉我，不用了，可以了。好了，谢谢谢谢。它不是很好看？啊，对，好漂亮。啊，美。好啦，阿姨，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吉拉卡样的先祖是来自于哪里啊？我刚刚就回那一句话嘛，因为这不是我们吉拉卡样部落的。对啦，你刚刚回我的是马泰安嘛，哈。对，马泰安才是我们那边过来的嘛，哈。对。然后那个马泰安那边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才过来啊？这个我比较不太了解。是发生的大水吧，才过来的，还是那是怎么去讲呢？那可能也没办法查了。好，没关系啦，阿姨，谢谢谢谢。其实文献资料呢，往往会跟我们实际查的时候，上面的一些资料是不对的。所以这边的阿美族是来自于马泰安。我找的资料也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来看三星国小了，往这边下去。这个三星国小已经废校了，是在1993年。然后现在把它留起来，这是最早的门柱了。然后我觉得很可爱，就是这个孙中山的塑像，天下为公。这个也是一个打卡景点。还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大象。好，然后后面是那个最早的那种溜滑梯。2019年有一部电视剧，台剧，那个剧还蛮长，24集，种菜女神，其中一个场景就在这边了。那这三星国小曾经住了非常多的小朋友啊，那这边的小朋友呢，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这边的原住民嘛，其实这边三星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族群融合的地方，有客家人，有汉人，也有原住民，然后后来好像听说也有一些外省人有住进来了，这些建筑物都把它留起来，当做一些像是应该算是文创基地吧。好宁静的部落，我个人非常喜欢三星，我来了很多次了。司令台，连狗狗都那么的惬意。这个是三星派出所。这边的狗狗都非常的温和它不会攻击人，不要害怕。好，这是三星派出所。那我打算呢，先从右边这个地方堤防这边上去。那我身后这条路是往部落的。那我们先来走这边。这边有一个教会了。我预计呢是在这个部落绕一圈。接下来第二段要去走往中心部落山上去了。对，可是不是走193啦，应该是会去爬一个小山产业道路。会通过那个阿旺坡。目前我们这个部落多半都住了一些老人家，对，年轻人都会往市区去了啦。这边的路都有一个山，这边右转是山脊路。这个就是他们的部落信仰中心，教会，好可爱的一个面包车这个就是他们的吉拉卡样教会，也是长老教会吉拉卡样文物馆。过去在这边慢跑的时候，我都会跑这一段，跑下面去，那边有幼稚园。不过呢，今天我不去走那一边，我今天的计划是要往中心部落那个方向去。Hello， 在干嘛？来，好，这个山脊路下来，我们右转，继续走山阴路，那部落呢，就是要顺着这条路下去。这条岔路呢，往右边是可以到水莲然后部落往这边下去。好，我们来聊一下这三星的历史好了。在我查这个文献的时候，我有发现最早的记录是那个胡传写的那个台东采访册嘛。对，那胡传是谁呢？胡传就是胡铁花，当时他是来台巡视各地的兵营嘛。
那时候他就把这边列为一个重点调查，说三星这个地方曾经驻扎了3个兵营。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这边的所谓的原住民啊。那在这个台东采访册里面，把这边称为鹿甲皮。其实它这个鹿甲皮，这个名称是来到这边问当时的那些已经住在这边的一些客家人，所以这个鹿甲皮，有人猜测应该是客家话。然后一直到了田代安定。田代安定是植物学家嘛，我有聊过。他在1895年不是1897年的时候就已经来台湾做大规模的调查了嘛，又把它称为六阶笔是直接用音译的方式改成六阶笔啊。到了我们那个洛香林的花莲县志的时候它有一段描述为什么会称为六阶笔呢？指的是这边有6个凸起小山头，这个是海岸山脉这边的一些特色了上面的描述是写说此地有冈附6座状如秃皮故称六阶鼻。在过去都会称为一个鼻，在中心部落那边过去名称叫做草鼻嘴然后简称为草鼻，就是这边有一些凸状的小山头嘛，像是鼻子一样。上去之后要右转，右转叫三文路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称为建英产业道路。对，应该是三星产业道路吧。好，来看一下这个水圳好了。这个叫三星圳。然后呢，其实这边做了一个土堤，可以直接走到刚刚进来那座桥上面。对，我在这个土堤上面有发现过那个锁链蛇，那时候吓我一跳。这个地方就是三文路了。另外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有人建议我把我的旅跑的那个点做成离线地图，如果弄到那个 Google 的话，好像还蛮麻烦的，所以我就把我的离线，就是我的 Garmin， 我把它绘出 GPX 上传到健行笔记。大家如果对我旅跑的那个点有兴趣的话可能你要有健行笔记的账号你就可以下载我所走过的那个离线地图这个三金圳本来就是原来就有一条溪流然后经过建设呢把它拓宽嘛然后引流到下面做灌溉农田的一个很重要的水圳。好，从这一段路一直走就可以到那个阿旺坡。那刚刚我在那个三星部落那个地方最早它不是部落了，那个地方叫庄仔底住的是汉人。然后在吴光亮的兵营还没来之前据说就已经有那种越籍的客家人来这边采樟设脑寮了。后来那个樟木被采伐完了，然后人就离开了。然后那时候凤林镇还是一大片荒野，完全没有什么人居住。不过据说也是一些像是原住民他们的一些猎场。然后为什么后来凤林镇开始有一些人进来？那个其实要一直到那个日治时代的时候才开始有人那三星吉拉卡样这个部落的阿美族最早他们是从马太安那边过来的，所以他们都是属于马太安那边的氏族嘛。以前据说这边还有一些年龄阶级这跟奇卡苏岸其实是文化上有一点不太一样他们怎么来的呢？据部落耆老的口述其实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说当吴光亮军队过来的时候然后就发生了跟他们兵营的一些冲突事件然后就他们部落就被吴光亮他们兵营给攻陷了，他们就逃难来到这里那第二种说法是说马太那边发生了大水他们被迫迁移就迁到这边来那这三星呢，在行政区域是划分成3星里它包含了中心然后吉拉卡样它的族语意思是四面环山的意思。中心呢叫草鼻它的族语叫吉哈法样吉哈法样指的就是草鼻的意思其实再往下再往南的地方有一个叫加里洞嘎里斗岸，那个也是阿美族部落。嘎里斗岸指的是猴子的意思靠近中心部落那边还有一个地方叫杭炉嘴然后也把它称为烘炉嘴啦。为什么呢？因为它刚好介于2个山头中间嘛，状似一个烘炉烘炉嘴。那个地方住的大部分都是客家人，不过现在烘炉嘴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一大片稻田了
那边过去的聚落已经都没有了。哦，这个阿旺坡好像是一个休闲农场。哦，刚刚那个阿姨是说有可能没有在营业。哦，那如果没有营业的话，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就好了。来到一个环岛，应该是刚清理过。好，现在一些土石有一些崩塌的现象，有个大落石，天哪！这个是什么？这应该不是阿旺坡哎。哦，这边好像也是到人家的庄园。好，那这个叫涛园了，这个就没有在 Google 的地图里面了。刚刚我是从这边地方跑上来的。那这个阿旺坡呢，应该就在隔壁了。这边都有一些小支线呢。阿旺坡，进来看一下，先抖下一小段。这个农庄主人也很有心哎，好，哇，这个其实画工还算不错哎，好，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画的，好，我们继续走，下面还有一些小公园的感觉，好，这是它取水的地方，然后呢，还有阶梯，原来不是这里耶。这里是它的蓄水池还是什么？对啦，没错，它的蓄水池，有可能是我刚才看到山下那个像是小园区那个地方吧。回过头来看这个阶梯，嘿嘿，感觉很像神社的参道一样。来，走到那个小园区好了啦，那边感觉有一个像是莲花池，这边的溪流就是算是比较原始的那一种。没错，是一个莲花池。应该就这样子而已啦，但应该没有在营业的嘞。好，那我们走上去了。自从那个地震以来，花莲受创的非常严重。其实我们这陆陆续续的有一些观光产业一些店家都收起来了，包括一些庄园，像那个富源蝴蝶森林园区好像也结束营业了，开心农场好像也是，哎，真是的。我们左转继续走。其实现在海拔是198而已，嘿嘿，对啊，我还以为很高了。这是什么花呢？会不会是樱花？哎呀，这么早啊！看到那个平原了。又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了，这可以一直在往上走了，其实这边的路很多好，那我们应该是要往左边下去。那边好像又是一个庄园，原来这里才是阿旺坡对啊，刚刚只是它的一个小园区而已。哎呀，没错啦，走一下。哎呀，原来这里才是啊！住花莲市啊？哪里？花莲市太仓啦，太仓。你是老板嘛？没有啦，我是这边长工。我住花商啊。哦，你住花商啊？你我来来去去的。这边的园区都是你开辟的是吧？你很厉害。没有啦，因为我刚才找不到开放啦。我知道了。现在都是因为地单关系不敢开，你知道，怕说万一你们来，这安全上的问题。我们这位老板呢，他叫明啊，明仔，对，那这个阿旺坡他已经没有在营业了，也是因为地震的关系的，好，那他刚才跟我说我已经没有路可以再下去了，只能再继续原路往三星那边下去，
然后他跟我介绍说，这边有一个凉亭，也是他弄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凉亭在前面。其实我看那个登山地图，好像是还是有路可以到那个烘炉嘴，可是他就说没有路了啊，所以啊，我等一下要去烘炉嘴，还是要走回到那个193那边。哦，哇，嘿嘿。那边写梦想，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展望亭啊！哇，好漂亮！我们这位老板呢，免啊，他还弄了一些旧照片。哦，你看，他还署名免啊。那为什么要叫做阿旺？那个阿旺，那个旺是纪念他的爸爸了，他爸爸叫做阿翁啊。哦，听从他的建议啊，我还原路下山好了，好像也没有太长哎。对，我还以为很久，就想不到大概从山下一直到这边来，大概是应该是只有2公里多而已。好，那我从这一侧下去，这一侧其实是没有路的，我还是原路下去好了。其实我很不喜欢走重复的路线，的确是没有路的啦，所以我们还是照原路下去。好，其实硬要走也是可以，可是要翻越这个山头哦，开疆辟土，接到另外一条产业道路。好，那我们就下去了。这个整个山区的范围好像都是阿旺坡的。好，那我就趁下山这段路来跟各位补充一下刚刚没讲到的部分。那其实呢，在1937年日治时代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行政改制嘛，很多地名都是在1937年的时候命名的，因为那个是皇民化时期的开始年嘛，所以很多地方都把它命名为日本名。原来的六街比呢，就把它更名为山崎Yamazaki。那后来为什么会更名成山新呢？那是因为国民政府来之后，可能觉得这日本味太重了，就把它更名为新，就才会称为山新了。好，这个是带着一些时代历史背景下的一个政治意味了。然后草鼻那边就把它更名为中心。那最后我们要去的终点呢，杭炉嘴，烘炉嘴，那个地方就是最早客家人的聚落。其实这个杭炉嘴的对岸，就是一大片现在我们知道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中原农场的蔗田嘛，就是台糖的那些蔗田地。日治时代的时候是称为杭炉嘴平原哦。讲到这个制糖业其实在那个国民政府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当初的那个国际糖价还不错那台湾要赚取外汇，都是要仰赖着我们蔗糖的出口。然后后来是一直到了那个国际糖价开始崩解了我们台糖之后就没办法再继续支撑了啊，就会开始发展出一些副产品嘛。那大家知道吗？那个很多人在小时候都有吃过那个叫做什么维生方糖，据说也是我们台湾人发明的哦。大概15分钟就下来了，超快的。我发现这边有一间竹编的屋子，这个是阿美族的特色。目前我们的总行程来到了8.5公里，跑回尖鹰大桥那边吧。右侧这块地呢，好像已经停耕了没有种什么东西了。照理说应该也是会弄一些稻田吧。好，我们回到尖鹰大桥这头来了。好，那个旧杂货店就在那边，然后我们要往右边走，193，左转就是上尖鹰大桥然后呢，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其实这段路也蛮幽静的哦。
看到这个新盛桥呢，就代表我们到了烘炉嘴了。好，现在看到的都是田诶。好，过去的那个客家聚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其实这边还有一些小产业道路啦，我们来探险看看。好，那我们先走下去看哦。我实在很难想象说这边过去是一个聚落哎，会不会当初的聚落是住在溪口那个部分？像我这种好奇心很重的，遇到这种小径都很想进去走一下。好吧，就走到这边，这个就当做我们今天的终点了。好，那我的身后呢，好就可以看得到那个花莲溪了。好，这是花莲溪溪口那个位置。好，那现在的行程来到了12公里，我待会还要跑2公里才会回到建英大桥那边。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如果我还要再去中心部落的话，还要到3.6公里哦。那现在已经4点多了，那所以我就放弃，我不去了。好，那影片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如果想要知道我花莲生活动态后生日的话，就发我 IG 哦，我会在这上面发表我的文章，欢迎大家追踪。祝大家运动愉快，天天平安、健康、快乐。我是 Eric，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